我叫南姐，自幼病随爹娘，入了镇国公府做家奴，和我的孪生姐姐一起成了公府千金，身边的贴身婢女。原以为我们一家会平凡的过完这一生，然而3年前，镇国公醉酒后玷污了娘亲，爹爹为给娘亲好说法，却被镇国公手底下的人活活打死，而娘亲也被卓母无媒护主意，生生活埋。我隐忍3年，终于将爹娘被害死的罪证搜集齐全，交给官府，却不曾想，放肆！竟敢拿着这些废纸跑去报官，妄想给你那欠命的爹娘讨回公道！谁给你这么大胆子？我的苏床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明明亲手把它交给知府大人了。当然是你自己亲手交出去，然后又亲手拿回来。出来吧。奴婢给小主请安，小主万福金安。阿姐，怎么会是你？当然是我了。你前脚刚走，我便进去向知府大人将诉状要了回来，告诉他说我脑子不好，瞎编乱造了这些。你个丧良心的！爹爹和阿娘蒙冤而死，你居然帮着杀人凶手颠倒黑白，不过是2条贱命而已。老爷和夫人才是我的再生父母。顺便告诉你，阿娘也是我亲手活埋的。出血了！哎呀！如今皇上已经下旨封我为淑妃，明日能不能进宫，随我去当我的掌事大宫女，就看你今天做的干不干净。阿姐，救我！阿姐，救我！南姐，你我明明生了张一模一样的脸，为何你却如此愚钝，蠢到连自己的前程都看不清？因缘踩着我们的石苦，也要继续向上爬吗？没错，从今日起，这世上的富贵便由我来享。你和爹娘都不过是我登上云天的垫脚石罢了。这下我终于可以狠心除掉你了，阿姐。你没病？你方才都是装的。我要是不假装废了，柳依然一定会亲眼看着你杀了我。我要是不假意报官，又怎么引你入局？我从未奢望官府会给我一个公道，我也一早就知道，当初是你为了讨好主母。难怪是吧？南姐，奶奶，从今日起，世上便再没有南姐，
既然生得如此相似，那我便替你跟随柳嫣然入宫，替你登上云天，替你坐上高台，然后替爹娘争出个公道来，而你便下去黄泉路上，给他们叩首赔罪吧！什么云天之路，终不过是吃人不吐骨的地狱吧。奸人已死，赶紧拉去乱葬岗，和他的爹娘埋在一起。明日小姐入宫，莫要让镇国公府沾染晦气。是。哦。可阿姐不知道的是，你确定人已经死透了？回大小姐，千真万确，奴才看过伤口，确实是一刀毙命，而且死不瞑目，已经连夜拉去乱葬岗埋了。啊，死不瞑目？瞧瞧你那不要脸的妹妹，当奴才当初一身傲骨，一条贱命，连本宫身边的狗都算不上，真是死了活该。大小姐说的是，像她这样的下贱坯子，生来就是当牲口使的，连个奴才都算不上，怎么能和你那狗相比呢？算你识相，也不枉费本宫提拔你。行了，快给本宫挽发吧，本宫还要去跟爹娘拜别呢。是，女儿不孝，日后不能再侍奉爹娘左右。今日一别，唯盼爹娘善自珍重。哎呀，不得呀！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我的嫣儿啊，你现在可是皇上的妃子，哪有给臣子下跪的？嫣儿，如今你父兄深得皇上重用，倘若在宫中受了什么委屈，尽管写书信回来，爹娘自会为你做主。听说你昨晚亲自把你妹妹处决了。回夫人的话，虞美难解，深受镇国公府多年的恩惠，竟然做出这样忘恩负义的阿杂事来，奴婢已经亲手解决了他，以报老爷、夫人和小姐多年的恩德。你倒是懂得知恩图报，不像你那个妹妹，狗胆包天，竟敢反咬我们一家，也不掂量她自个儿脖子上长了几颗脑袋。夫人教训的是，怎么样啊，爹？我养的这条狗听话吧？这世间双生子不罕有，但像南景和南婉这样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实属是少见。嫣儿，昨晚他处置南景的时候，你可在一旁瞧见了？娘，那贱人怕是得了什么脏病，都咳出血了，我哪敢跟他在一起啊？这叫南婉自个儿料理去了。胡闹！她们姐妹俩同姿同貌，万一进去的和出来的并非一人，该如何是好？夫人，奴婢没规矩的东西，主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娘，昨夜那贱人病得都快死了，哪像她这般气血十足啊？您肯定是多虑了。不行，今日之事非得细查细验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啊。我记得你左肩的地方有一枚铜钱大小的胎记，是你那个死去的妹妹所没有。把衣服脱了。
夫人，奴婢，我让你脱！取尸帕来！娘，这都擦了1个时辰了，皮都破了，也没见褪色呀。你可别因为一个奴才耽误我入宫的吉时啊！急什么？时辰到了，自有管事的太监上门来催。娘都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尤其是入宫以后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在你背后捅刀子呢。继续擦。是。夫人，奴婢待大小姐的忠心日月可见，又怎会是借人假冒？这世间所有事都能作假，唯独这娘胎里带出来的东西假不得。若夫人还是信不过奴婢，大可将那南京的尸身挖出来，拾回府上，亲眼瞧瞧他到底有没有这胎记。哎，万万不可！那哪有把那死人弄回府上的吗？再说了，今天是我们燕儿入宫的好日子，万不可触碰这个眉头啊！是啊，娘，那南京本就得了肺痨，你再把他抬回来，万一把脏逼染到咱们府上，那不叫人死了还恶心咱们吗？起来吧。多谢夫人。当初你娘狐媚惑主，你为了镇国公府的名声，大义灭亲，活埋了她。如今你妹妹又以下犯上，你也能果决地将她料理干净，可见个懂事儿的。奴婢的命都是镇国公府给的，不敢忘恩。入宫以后，你要好生伺候我们嫣儿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赏她一套新衣裳，免得来迎亲的公公们笑话。是，奴婢谢过夫人。为了取代南婉跟随柳嫣然入宫，我早已做足了准备。眼下这胎记不过是提早准备好的刺青罢了。灯满楼，屋檐残，温过霜，也涌过寒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公府千金柳氏，秀外慧中，品德端庄，册封为妃，赐居长春宫，以经其德，于今日境内。再写一吻，我要吻在长路之前，换来当年细雨的月光。昨日一粒铿锵。淑妃娘娘，这便是您住的长春宫了。咱家还有事要办，就先退下了。这长春宫是不错，但比起皇后所住的凤仪宫是差了些。不过也无妨，本宫初入宫就是妃位，起点呀就比那些嫔妃高了一点。娘娘家世显赫，又与皇上青梅竹马，区区一个妃位，真是委屈了娘娘。一时委屈算不得委屈。这皇后的位置，迟早是本宫的囊中之物。那是自然，只是奴婢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娘娘，您初来乍到，若是不与其他嫔妃们处好关系，万一哪夜您遭旁人算计，这宫中岂不是连个为娘娘说话的人都没有？你说的对，那本宫就命你出去打听打听，看看这后宫的嫔妃哪些有利用价值，本宫就勉为其难，跟他们结交一番吧。是。敢问姑姑，这后宫中各位主子娘娘们的脾性如何？
我家娘娘出入宫闱，一无所知，特命我出来打探一番。好说好说，这宫里的娘娘啊，大多都好相处，唯有2位娘娘，你见着避开就是。反问姑姑，是哪2位娘娘啊？这第1位呢，便是顺妃，她是首相之女，行事张扬肆意，是后宫里面有名的毒舌。而另一位啊，就是嘉嫔娘娘了。她怀孕期间心情不佳，经常暴躁易怒，近2日常来御花园走动，看她亲手所种的长春花的长势。你记着，绕开着点儿，千万别冲撞了。多谢姑姑提醒。柳嫣然，既然你要左右逢源，那我只好让你四面楚歌了。嘉嫔娘娘到！娘娘，您快看，这夏天一到，您种的长春花长势越发喜人了。此花皇上也甚为喜欢，待会儿你这些品相好的拆到瓶中，送到养心殿去。是。娘娘，那边有个不长眼的宫女摘了您的花。你是哪里来的贱奴，竟敢私采本宫种下的花？娘娘恕罪，奴婢是淑妃娘娘宫里的长侍宫女，奉娘娘之命前来采些长春花回去，绝无冒犯嘉嫔娘娘的意思。大胆！不仅采了娘娘亲手种的花，竟还敢拿淑妃的位分来压娘娘。奴婢不敢。哦，原来是淑妃宫里的，把花拿起来给本宫瞧瞧。皇上曾允诺本宫，只要平安诞下皇子，无论男女都会进本宫为妃。可偏偏淑妃这个贱人，一入宫便抢了本宫的位置。如今四妃已满，本宫再无进位的可能。花鸟司的奴才被揽了，阶下养出的花色不够艳丽，哪里配得上淑妃角色？离儿，你帮他想个法子，让这些花儿开得更艳丽些。是。贱奴，谁让你偷采了娘娘种的花儿？行了，放开手，让本宫瞧瞧。你们看，这才是讨喜的颜色。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这些花是我给他的见面礼，叫他好生收着，别辜负了本宫的一片心意。哪里来的一股子血腥味？许是奴婢手上的伤口，奴婢这就命裁剪去重启一染。等等，不是叫你去打探消息吗？伤哪来的？奴婢路过御花园时遇上了嘉嫔，她听闻我是您的人时，二话不说便命她的侍女用花刺破奴婢的手，还说将花带回来当做给娘娘的见面礼。此话当真？御花园的宫女太监们皆可作证。岂有此理！她分明是借着你在打本宫的脸。区一个五品言官之女，不来巴结我也就算了，竟然敢踩在本宫的头上作威作福。奴婢听闻皇上曾允诺嘉嫔，只要生下皇嗣便晋她为妃，可如今这最后的妃位却被娘娘占了去，难道她对娘娘怀恨在心？敢！莫不是仗着肚子不知天高地厚？本宫偏要给她点颜色瞧瞧。娘娘，锦绣宫的李儿求见。嘉嫔的人，让她进来。是。淑妃娘娘吉祥，我家主子听闻娘娘今日进宫，特意派我来再送份大礼。
此为何物？此乃一根存活了100年的肉苁蓉，又粗又壮，特意送来给娘娘补补身子。肉苁蓉，我们娘娘说了，这宫中能得皇上恩宠的妃子寥寥无几，希望淑妃娘娘莫要心急。若真不得宠，这根肉苁蓉不仅能补身，娘娘也能拿它有个盼头，不是？什么盼头？不是家嫔贱物遇人，指桑骂槐罢了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贱婢拖出去，让我打死！我看谁敢！我们娘娘自怀孕以来，一直都是我在照料。娘娘若是动了我，主子必定伤心。若皇子再出了问题，只怕娘娘背后的郑国公府也担不起这个责吧。家嫔这个贱人，不就是仗着肚子里那块肉吗？本宫又不是不能怀。你去拿500两银票给进士房的太监，让他务必把本宫的绿头牌日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。我就不信这个圣宠我还真不上你。快点，快点，再抬些热水进去，若是耽误了娘娘今夜侍寝，仔细改你们的皮。你说皇上会喜欢本宫吗？娘娘国色天香，世间男子有谁不为娘娘的英姿倾倒？皇上也不例外。本宫就喜欢听你说这些实话。行了，下去候着吧，本宫乏了，想先歇一歇。是。若真如阿娘所说，此药吞服后便会散发异香，更有催情之效，那本宫今夜是要与皇上颠鸾倒凤，榨干黄丹。婉姑姑，我听说皇上和咱们娘娘是年少相识，娘娘也是唯一一个刚入宫便位列4妃的妃嫔。如此看来，皇上应该很宠娘娘吧？那是自然。娘娘承宠，咱们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你是咱们长春宫唯一的长侍宫女，日后不一定威风成什么样子呢。这都一炷香了，咱们还要跪到什么时候呀？别急着困，好戏马上就来。皇上，臣妾不是有意要冒犯皇上的。这是怎么了？淑妃的掌灯进了，其余的人在外头候着。娘娘，奴婢叩见皇上。行了，带着你们的主子回宫吧。是。皇上，娘娘快起来，地上凉。娘娘，您这是出宫了？记得阿娘还在世的时候，我曾问她，女子究竟该以何面展示给所爱之人？是如春日繁花般的娇媚之态，亦或是似秋月湖光般的温柔之姿？快点挖！可阿娘却笑着说，无论哪一面，皆因出自真心，不可有违，方能得爱长久。皇上，你都不知道臣妾为这一天准备了多久。哦，那朕可要好好瞧瞧。皇上，什么声音？皇上，淑妃，你这是何如？皇上，
臣妾，淑妃的长曾进来。徐的人在外头候着。皇上，臣妾并非故意如此，定然是有贼人要害臣妾。皇上，娘娘，彩洁，快扶娘娘回宫。好，慢点，别磕着娘娘了。彩洁，你先带娘娘回去，赶紧传太医来瞧瞧。那你呢？你不回去吗？今日之事绝不能外传，否则日后娘娘还有何颜面在宫中立足？我只能去求皇上，就算磕烂了脑袋，也得把流言止住。快起轿，送娘娘回宫。天已昏暗，不如先再写一晚。放肆！的月光，昨日一粒铿锵，扬起多柳嫣然，既然你如此费尽心机想要得到圣主，那我便替你睡了这个狗男人，登上我云天之路的第一步吧。出发之前可一直绵延，直到天亮。谁？回皇上，奴婢是长春宫的宫女。方才不是送你主子回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奴婢是特意来找皇上的。哼，上前回话。是。你可知无照擅闯朕的内情，是死罪。奴婢自知死罪，但与娘娘的前程相比，奴婢不惜豁出这条性命去。皇上，娘娘今日殿前失仪，并非他所料。若将此事传出去，只怕娘娘再难立足宫中。故而奴婢恳请皇上，不要让您宫中的人将此事传出去。
为何突然远离？你很怕朕？奴婢不敢。你昨夜伺候得很好，今日不必再回长春宫了。皇上，不知奴婢现在可否有资格向您讨个恩赏？昨夜朕不是说了吗？你想要什么？答应还是常在？奴婢不敢，奴婢自幼伺候淑妃娘娘，得娘娘诏咐才有今日。昨夜娘娘在殿前失礼于皇上，而奴婢却背着娘娘与皇上这般，奴婢愧对于淑妃娘娘，也无福消受皇上的恩宠，只求皇上不要与娘娘计较，不要让昨夜的事传出一墙外。奴婢愿以死谢罪，抛去娘娘的颜面。春风啊，它好像有许多故事，它心中有一个影子。人间啊，皇上可晨起了，福院派来给您请平安麦了。进。这一过，我在等一盏灯。一个人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过来瞧病！皇上，烧，奴才这就去烧热水。什么？你还准备把多久？回皇上，这宫女额头的伤不算太深，包扎好再用些药，不日就痊愈了。哦，不是很深，那他为何还不请？以脉象所看，似乎是一夜放纵，被掏空了精神。给他用最好的药，切记不可留疤。臣遵旨。恭喜皇上喜得佳人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婢女有如此福气，奴才立刻通知进士房，记当留用。不必了，他仍旧回去照顾淑妃，另外吩咐下去，昨夜里闹的笑话，朝阳殿上下皆不可外传。包括他的留宿也是。奴才遵旨。皇上，那个为我说话的眉眼，写一篇今生染你心头。黄昏泛海棠笛声悠悠。朕命太医调制了最好的祛疤膏药，你伺候淑妃颜面不好受损，收下此物，朕命便算你清了。是不是两清？哪还有你说的算？狗货！本宫昨晚出了那么大的丑，你不在身边伺候去哪儿了？娘娘息怒，婉姑姑昨夜是给您求情去了。什么？奴婢无能，身为长春宫的长侍宫女，却未能顾及好娘娘颜面，奴婢只好在朝阳殿外跪着磕了一宿的头，只求皇上
能够体谅娘娘的无心之举，不要与娘娘计较。今儿个皇上臣妾见奴婢还在殿外跪着，终于肯答应，不将此事放在心上，还下令让朝阳殿上下守口如瓶，不许将昨夜的事说出去半个字。皇上真这么说了？皇上说，君勿戏言。可是即便如此，皇上现在肯定也对本宫厌恶极了。究竟是哪个贱人要害本宫？本宫一定要他不得好死！昨夜太医来过，说娘娘是误服了泻药所致，可是宫中的餐饮都有流荡，且并无异样。是他，一定是嘉嫔那个贱人。本宫虽与他交恶，但念及初入宫，资历尚浅，昨日给皇后请了安，并随她一起去吃了茶。一定是那个贱人给本宫下的药。娘娘，您请一定三思。嘉嫔娘娘又怎么能提前知晓您何日会被皇上翻牌子？又怎来下药一说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嘉嫔那个贱人！只要能让我在皇上面前出丑，日后必定承宠无望。他即将诞下龙嗣，他图的分明是想把我拉下妃位。娘娘，再嫁锦绣宫，再把他送的那根肉苁蓉带上。是。嘉嫔，你这个贱人在哪儿？娘娘，请让奴婢先通报一声。通报！小主，小主！嘉嫔，你这个贱婢，给本宫滚出来！小主。哟，这不是淑妃吗？怎么大呼小叫、连扔带砸的就这么进来了？这是在责怪妹妹你没有请她一起喝茶呢。姐姐这就说笑了。妹妹今早听闻淑妃娘娘昨夜头次侍寝，想着今日必会贪睡晚起些，便没有叫灵儿去打扰。没想到一番好意，竟惹得淑妃娘娘如此生气啊！灵儿，还不快给娘娘搬把椅子过来？是。淑妃妹妹昨夜头次侍寝，还没恭喜呢。姐姐说笑了，妹妹毕竟年轻，入宫晚，不比姐姐们从前在王府就侍候皇上，许多事还得跟姐姐们多学着点。可别呀，那咱们会的都是些再寻常不过的路数，哪像你给皇上整那么大一出。方才见妹妹进来的时候扶着腰，许是昨日太过恩爱，伤着了。是啊，毕竟是头一次。皇上昨夜勇猛，还偏偏让臣妾见识了2次君威，妹妹实在是招架不住，惹姐姐笑话了。还2次？妹妹侍寝竟然如此卖力，皇上没寻思着重新给你赏个封号吗？本宫瞧着，这淑字倒不太适合你。你如此勤奋伺候皇上，不如以后就叫你愤妃如何？顺妃，皇上已经下令，不许将此事外传。大家都是姐妹，莫要再说下去，伤了和气。怎么，许他拉就不许旁人说了？宫里谁不知道？昨天郑国公的女儿拉在龙榻上了。贱人，你敢打我？那就是你，我还撕了你的嘴呢！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看你乱说！你别打！不好了，娘娘见大红了！娘娘，再坚持一下，娘娘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没有用力推她，她怎么就滑倒了？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还不赶紧救她！回娘娘，嘉嫔娘娘没了胎动，微臣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救救我的孩子！娘娘，
您现在已经见了大红，若不尽快将死胎打掉，只会伤了母体，严重些会断了您日后生育的指望啊！快，叫人递信给爹爹，就说我藏人暗算，有爹爹替我求情，皇上必不会恼了我的。走。淑妃娘娘，我们主子这一胎一直怀得安稳，若非您今日无故这么一闹，我们主子又怎会小产？皇上和皇后娘娘马上就到了，他们没来之前，您不能离开锦绣宫。一个贱婢也敢拦本宫，算什么东西？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都起来吧，宫人来请得急，慌里慌张的也说不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回皇后娘娘，今日主子和其他几位娘娘正在喝茶聊天，淑妃娘娘大吵大闹就闯了进来，没说几句，便和顺妃娘娘起了争执，还把顺妃娘娘推到了我们主子身上。娘娘这才见了大红，方才太医说皇嗣保不住了。不是这样的，皇上，臣妾只是打了顺妃一巴掌，但臣妾真的没有推他呀。而且嘉嫔的孩子已经足月了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小产？定是太医院那些奴才当差不利，他们没有救活嘉嫔的孩子，这才冤枉到臣妾头上的。又没怀过孕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朕的孩子？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！皇上切哀，嘉嫔娘娘的胎落下了，是个小皇子。皇上，你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主啊！淑妃刘氏心肠歹毒，谋害后妃，残害皇嗣，若褫夺封号，降为贵人，幽禁长春宫，非诏不得出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呀，皇上！诚如柳嫣然所说，刚才推搡的力道完全不至于将顺妃推出那么远，那根肉苁蓉又怎会无缘无故地滑到顺妃脚下？难道……别打了！看来后宫这池冰清玉洁的浑水，远比我想象中要深得多。哎呦，皇上，您快歇歇吧，奴才看都看渴了。嘉嫔那边如何了？嘉嫔娘娘醒来后一直不吃不喝，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似的，这嘴里一直念叨着皇子的事儿，着实可怜。嘉嫔这胎没得蹊跷，或许并非柳氏所为。那您为何？柳氏父子狼子野心，用前朝战事逼迫朕将柳嫣然纳入后宫，只恨朕登基不久，根基不稳，无法与之抗衡。既然这次他们主动送上门来，那朕正好利用这次机会敲打敲打，好让他们在前朝也收敛一些。哦，皇上这招杀鸡儆猴妙啊！皇上，您该翻牌子了。下去吧，朕没心情。可是太后吩咐奴才。是。皇上，这长春宫虽然正在禁足，但这日常用度也得有所保障。奴才觉得，许长春宫长侍宫女自由出入，也好托办宫中上下差事。朕明明给他用了最好的祛疤膏，他为何不用？啊？罢了，你赐一块出入牌去长春宫，再帮朕带样东西给他。
这么热的天，怎么还伤寒了？要不是娘娘现在被禁足，我现在就可以出门给你拿药了。王姑姑，你说皇上不会已经把咱们这儿给忘了吧？不会的，皇上他记性可没那么差。李公公到！姑娘，还劳烦公公您亲自跑一趟，我这就回去带给我们娘娘。嗨，这是皇上专门让我送给你的，快打开瞧瞧。这是番邦进贡的极品花椒，此物不仅能美容养颜，还对伤口愈合、淡化疤痕有奇效。这宫里头啊，除了皇后和顺妃，也就姑娘能得此物了。如此名贵之物，奴婢怎么承受得起？还请公公收回。哎呦，好生收下，姑娘，你若不收，可就是抗旨不遵了。奴婢不敢。哎，奴才哪受得起呀？你就好生收下它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那就劳烦公公替我多谢皇上恩赏。谢恩的事儿得你自个儿来。明日4时，待皇上下了早朝，会去玉湖边的观河亭等你，可别迟了。眼下柳嫣然虽被将位圈禁，但保不准那个狗皇帝哪天心一软便将她放了出来，得加快些速度了。小主，您没事吧？不长眼的奴才，竟敢称咒关贵人！贵人息怒，奴婢并非故意，还请贵人宽恕。本宫为何要宽恕你一个贱婢？翠果，给我打烂他的嘴！是。等等，本宫看你倒是有些面熟。小主，她就是长春宫的掌事宫女。原来是淑妃宫里的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现在呀，应该叫凤贵人才对。也是，跟着那样的主子，也不怕你能有什么规矩，只是你主子没教你。爹生没娘教的东西，活该在那个贱人底下伺候。小主，咱们还得赶着去皇后宫中请安呢，快走吧。走吧，真是晦气。奴婢恭送小主。我与你无仇无怨，本不想计较，但你为何要侮辱践踏我的爹娘？小主您瞧，这样好的白花椒，宫中向来只有皇后和顺妃才有，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奴婢好了，你们长春宫真是好大的胆子，这才禁足几天，你这次就敢让你从宫外给他烧东西，看我不向皇后娘娘举报了！贵人饶命，贵人饶命！罢了，本宫今日就大发慈悲，帮你们瞒下来。只是这东西却给不得他，就当是给你们凤贵人一个教训。翠果，走。贵人息怒，只是这东西是我家主子从小吃惯的，日日都要用。你若都拿了去，奴婢回宫以后该怎么跟主子交代呢？日日都用，那就是说他宫里还有喽？没有，还敢撒谎？若你识相，就乖乖把剩下的花椒拿来给我，否则我现在就去告诉皇上和皇后娘娘，让你主仆俩吃不了兜着走。贵人开恩，您给奴婢一些时间，奴婢尽快把东西拿来给您。什么时候？明日4时，待皇上下了早朝，会去玉湖边的观河亭等你，可别迟了哦。娘娘住的寝宫离玉湖不远。明日4时，奴婢定会把东西带去玉湖边上的观河亭给你。这还差不多，记得准时点儿，
否则就让你这死绝户没处学规矩的贱婢吃不了兜着走。走吧，翠果。放心吧，一定会准时的。现在就赌他能够君子一言吧。好啊，你这个贱婢，怎么来的这样慢？东西呢？把它交出来。没有。没有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不配。别说像白花椒这样的顶尖货色，就是最下乘的黄花椒，你都不配吃进嘴。你说什么？因为你就是个下贱坯子，没规矩、没礼数、没家教的小贱人，少吃点那些不该吃的东西，避免火气太旺，香香欲。好啊，你个贱婢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天了！本宫今天也要戳到你皮开肉绽，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下了朝还赖着不走，分明是为了他女儿的事。皇上别急，也就吃了半炷香而已。皇上，皇上，现在知道怕？话罢，本宫今天非要把你这张贱嘴撕烂不可。翠果，把它给我摁好了。奴婢参见皇上。你在做什么？嫔妾给皇上请安。朕问你，在做什么？皇上，你可算来了。柳贵人连禁足都不安分。昨日在御花园，嫔妾他打的吗？朕问你，是不是他打的？是奴婢犯了错，贵人责罚奴婢是应该的。你有何错？冠贵人昨日向奴婢讨要白花椒，奴婢尽数给了他，但贵人想要更多，奴婢实在拿不出，这才惹恼了贵人。皇上，您听见了吧？长春宫仍在禁足，怎会有白花椒可领？定是这贱婢与那个奴才私相授受，还请皇上明鉴。这白花椒是朕赏赐给他的，你说私相授受，莫不是说朕是那个奴才？嫔妾不敢，皇上息怒。你不敢？朕刚才看你倒是放肆的很。关贵人品行不端，心肠歹毒，给朕拖下去，杖责20，朝嘴上打。来人！皇上，嫔妾知错了，不要，皇上！他明知道朕会来赴约，却还故意演这出给朕看。罢了，不过又是一个心思不纯的祸水而已。起来吧。奴婢不敢，还请皇上责罚。你又何错之有？今日关贵人并非无端出现在此，而是奴婢故意引他来的。奴婢只是想让皇上亲眼看看我家小姐如今的处境到底有多艰难。自从皇上禁足了小姐，小姐日日遭宫人刁难，再加上思念皇上每日以泪洗面，奴婢实在怕小姐撑不下去，这才斗胆出此下策，希望皇上能够怜惜娘娘半分。奴婢自知欺君，所以愿以死谢罪。这女子不可能不知道朕的心思，却接连2次为柳氏求情，要么是真的对主子忠心，否则便是个心机颇重的祸水了。好啊，既然你一心为主，朕成全。宇多泉，奴才在。将他带下去，刺毒脚。
公公，奴婢还有最后一事，想求您成全。姑娘不用，有什么事儿交代便是了。我家小姐身子弱，十分畏暑，如今天气炎热，劳烦公公多费心，得空给长春宫多送些冰块去吧。哎呦，你自己小命都快不保了，怎么还惦记你家主子呢？皇上百忙之中抽空来与你相见，你再糊涂也该明白呀。奴婢出身低贱，能有心侍奉皇上，已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可这却是我眼下唯一能帮到小姐的法子。人活一世，唯有忠心与爱不能两用。只可惜我遇见小姐更早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你总得想办法活下来呀。皇上对你抱有好感，若姑娘说几句讨巧的软话，兴许能求得一次生机呢。多谢公公好意，但我今日罪犯欺君，皇上当众口语赐我毒酒，奴婢怎敢为了苟活折损圣上勋位？那就不多留公公了，奴婢叩谢天恩。哎，你拿参了迷药的毒酒去试他一番，若是他贪生怕死不肯喝，又或是苦苦哀求说些软话，那他从头到尾便是在算计朕。届时无需报备，直接处死即可。若是他不畏生死，至纯至善地将毒酒饮下，那便将人送入寝宫吧。奴才遵旨。皇上最喜纯善之人，这丫头今日行事，必然在皇上心中扎了根。这后宫的天，怕是要变喽。开门，送入朝阳宫。醒了？皇上，你怎么也死了？如何？可有感觉？你没死，朕也是，我们都还活着。可是我明明……你喝的那个无非是加大剂量的安神散，并非毒酒。皇上宅心仁厚，可奴婢终究还是犯了欺君之罪。你是有罪，不过你所作所为皆是忠心为主，而且你既已服了毒酒，那这欺君之罪也算是严惩过了。奴婢谢皇上开恩。你为了让朕注意到你主子的困境，就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？还是说，你想让朕心疼你？奴婢……皇上，顺妃娘娘炖了血燕银耳羹给您拿来，这会儿正在外面候着呢。你躲什么？
只要你开口，我便不会让他进来。来人！奴婢，求你。告诉顺妃，朕正与朝臣商议大事，让他回去歇着。娘，你给我抹的是什么？好香呀！这是芝麻油，抹在头发上啊，能让头发长得又黑又亮。娘，我也要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有，都有。来，转过身去。一梳梳到头，无病又无忧；二梳梳到尾，比翼共双飞；三梳有头又有尾，四声举案共齐眉。娘，好好听啊！你以后天天唱给我好不好？傻孩子，等你出嫁那天，娘再给你唱一次。从那以后啊，就是你的夫君为你制发了。哭成这样，朕刚才可没欺负你。皇上，别动。我在等一盏灯，一个人。一梳梳到头，一梳梳到头，无病又无忧；无病又无忧。二梳梳到尾，二梳梳到尾，比翼共双飞；比翼共双飞。三梳有头又有尾，三梳有头又有尾。四声举案共齐眉。朕听闻民间女子出嫁时，都会有家人为其唱此歌以示祝福。你有没有洞房花烛夜？所以，朕总觉得亏欠你些什么。奴婢出身低贱，很有幸侍奉皇上，已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哪里值得皇上如此低语？朕说你配，你就配。过几日，朕会在朝中为你寻一些清贵世家，为你摆脱奴气。到时，你便以官人义女的身份重新入宫即可。至于柳氏，朕自会酌情定夺。奴婢谢过。你怎么还这么宠我自己？嫔妾谢过皇上。小主饶命！
小主何故动了这么大的火气？彩洁，还不给小主道歉？瞧瞧你泡的什么东西，茶叶都发霉了，你敢跑来端给本宫？可是奴婢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如今长春宫被侍卫守得严严实实，内务府更是不给咱们一点好脸。奴婢上哪去给你编出更好的茶叶？闭嘴！小主息怒。奴婢跟随小主入宫时，曾自带了一些花茶，这就去煎一些茶汤，来给小主去暑气。慢着，本宫最近心情烦郁，侯院判给本宫开了一些安神散，连同那些一起泡进茶汤里，给本宫端来。是。这猪油涂上，自然是比平时好的快些。记得不要沾水了。婉姑姑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方子的？该不会小主以前在府上就……好了，这些就是太医开的安神散，有没有按照方子分好每日的用量？侯院判已经亲自分好送来了，但是小主最近经常要用2倍的量，说是只有这样她才能睡得着。既然是你自寻死路，那便是时候送你下去，给我的爹娘磕头认错。不要怕，不过是安神散过量后的正常流行，2个时辰后便会自行消散。只可惜你这条贱命不一定能活过2个时辰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不如问问你自己，3年前郑国公府对我爹娘做了什么？快点挖，快点挖！赶紧把那个贱妇给我埋了！小姐放心，小姐放心，是你自己亲手活埋了你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活埋阿娘之人已被我亲手处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认不清我是谁吗？是南齐！你这个贱婢，竟敢算计主子！如今谁是主，谁是奴，你觉得还有你说了算吗？顺便告诉你，家贫是我替你生的，侍寝当夜的泻药是我给你换，而那个你做梦都想同床共寝的男人，我也替你睡过了。杀了我吧！谁要杀你？祭夜过后，宫里就只会流传那个御前出宫的了贵人不堪受辱，自寻短见罢了。公主后妃自戕乃是大罪，你和你那权势滔天的爹娘，很快就会在黄泉路上团聚了。了贵人，你就好好看着自己这朵花是如何开败的。皇
娘驾到！侯院判，柳贵人如何了？回皇后娘娘，柳贵人失血过多，已经没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怎么死的？是出宫出死的吗？可有蹊跷？从表面上看，像是自枪。皇后娘娘莫要难过，既然人都死了，那咱们处在这儿也救不活他，不如先随便找个白布看上，旁的事儿等礼部的人来了再说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却觉得此事颇有蹊跷。自枪乃是连累母族的大罪，柳氏身为官家女，更应该知道这样做的后果。即便有心寻死，也定然会思量到前朝做官的父兄啊。如果不是自枪，那便是被贼人所害，竟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，叫仵作来。柳氏之死可有异常？回皇后娘娘，自枪之人刀口乃是前轻后重，柳贵人的刀口乃是前重后轻，明显是他人所为。除非娘娘不是自枪，而是被人谋害。长春宫的掌事宫女出来。奴婢在。本宫问你，昨夜最后与柳贵人接触的人是谁？回皇后娘娘，主子昨日动了大怒，不许奴婢们入内伺候，奴婢们都守在殿外，并未看到有其他人进入。哦，殿外没看见，那这贼人便是在内寝了。昨个守夜的婢子是谁？滚出来！回顺妃娘娘，你是奴婢，又是你！你身为柳贵人的掌事宫女，却屡次办事不力，该当何罪？娘娘教训的是，未能留心主子的情况，奴婢该死。好啊，你既然知道自个儿该死，那便随着你主子一块儿去吧。不闹！宫女也是人，犯了错也应当交由宫女所严审，再做定夺。顺妃怎能如此草菅人命？是啊，下月便是太后寿辰，先是嘉嫔之次，又是柳氏，这宫中可不能再多加一条人命了。皇上既许了本宫协理六宫之权，这后宫的事，本宫自然得管管。姐姐们素日礼佛，可臣妾却没有你们这份心血，为清后宫不正之风。今日这婢女的命，本宫是要定的。你们俩上去按着这贱婢的脑袋，叫她一头磕死在柳贵人床前，训主吧。谁敢？皇上万福金安。皇上万福金安。这是作何？皇上，这宫女守夜疏忽，竟让贼人害死了柳妹妹，臣妾实在气不过，这才让人拿下了她。拿下，然后呢？皇上，让朕的后宫再添条人命不成？朕自从登基以来，向来宽忍待下，怎么到你这儿还反过来了？臣妾知错。皇后，你说柳氏如何了？柳贵人昨夜被贼人所害，已经没了。可朕方才听人来报，说柳氏自枪，怎么成了被人所害了？臣妾也以为如此，可方才仵作验过尸体，断言柳贵人是被人所害。哦，谁验的尸？回皇上，是奴才。朕请问，柳氏的死当真是奸人谋害？奴才，此事体大，岂能听一个小小仵作胡言？
侯院判，你是太医院之首，你替朕瞧瞧。回皇上，臣方才已经看过伤口了，柳贵人乃是自强。皇上，奴才不敢欺君呐！柳贵人她确实是被人所害啊！依你所言，那欺君的人便是侯院判不成了？老臣不敢欺瞒皇上，柳贵人的确是自强。若臣一人说服无力，皇上可让太医院其他太医一同诊断。叫他们过来。回皇上，臣等几人均已验过，结果与侯院判所说无异，柳贵人的确死于自强。都听到了吧？这怎么会这样啊！皇上，来人，将这满嘴谎言的奴才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奴才说的都是实话呀，皇上。身为世家贵女，却被一个小小的仵作耍得团团转。若不是朕今日在此，岂不是还要闹出后宫查案的笑话不成？臣妾无能，辜负了皇上的信任，实在惭愧。亏你父亲还是满朝文官之首，朕见你行事如此急躁，不如多学学真妃，念念佛经。这六宫协理之权，就暂时还给他吧。皇上。皇上，今日是柳贵人停灵的最后一日，您可要去长春宫瞧瞧？李德全，你跟朕日子久了，朕问你，柳氏的死，你怎么看？奴才不敢妄言，只是贵人初入宫便殒命，这镇国公府断不会善罢甘休。唯有将这死因归于自戕，方能让所有人哑口无言。只不过这凶手的刀出的比侯院判更快而已。好刀啊，正戳进了朕的心里。那丫头还在灵前跪着呢。奴才偷偷去瞧过，如今整个长春宫只剩他一人，执意要为柳贵人守灵，这一跪便是一宿。罢了，朕去给柳贵人上炷香。不用跟来了。可是皇上，外面还下着雨呢。爹娘，如今柳氏隐没，你们的仇也算报了一半。可自从入宫以来，女儿越发觉得宫闱之中人心莫测，诡计多端。那时我本已做好铤而走险的准备，却发现这世间除了天子，没人可以决定自己为何而生，亦或因何而死。这令我感到大寒。我只想尽快搬到镇国公府，放好下去，与你们团聚。又在哭哭啼啼的。也是我为你长出的勇气，我为你写的宿命，只愿和你约定，赏你我那最初的相遇。
朕怕你太过伤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皇上。皇上，伤到哪儿了？让朕看看。皇上。朕又不是没见过。还说没事。廖氏的死，你伤心吗？廖氏的死，你伤心吗？皇上，又想听到奴婢怎样的回答呢？罢了，你从前觉得跟朕在一起是背叛了你家小姐，如今他人已去，你心中的包袱明日郑国公入朝，朕会让他正大光明地给你一个位分。至于封号，你有喜欢的字吗？奴婢爹娘曾经教诲过，人生在世，无论贫富，都应该怀揣像玉一样的温润美德，而卧于怀瑾，正好有美玉修身之意。如果可以，奴婢想取一个瑾字。撕去了满身雅与不杀，前程如甚好。月光无暇。那朕便依你，就取瑾字吧。老臣多谢皇上，妥善安置小女的后事，保全了小女死后的荣光。但是，老臣听闻，小女之死并非那么简单，好似有奸人所害，所以老臣已经查明了那日事实真相，被害一事纯属子虚乌有。柳公莫不是只信流言不信朕了？老臣不敢，只是老臣的犬子尚在前线的战场，他们兄妹二人情深义重，老臣只怕这流言要是传过去的话，会乱了将士们的军心呢。皇上。哦，柳公言外之意是指责朕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，乱了国本不成？老臣柳氏残害皇嗣，又在宫中行自戕之举，已是牵连母家的重罪。朕念及柳家世代功劳，以示开恩，不愿追究，你却胆大包天，在朕身边说些敲边捶骨的话，莫不是想要告诉朕，若是你儿子在边关打了败仗，也是朕没保护好你的女儿之过。皇上息怒啊！都怪老臣教女无方，
让小女犯下了弥天大错，老臣心中有愧啊，还恳请皇上给老臣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呀。说，老臣有一个远方的侄女，那生的是貌美可人，精通琴棋书画，现如今呢已经到了适选的年纪，恳请皇上将她选入宫中伺候，也好弥补我小女的过错。好一个老匹夫，死了个亲女儿，又想送宗族女安插在朕身边。若朕不许，那便是以边关战事作为代价。好在朕早有准备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柳公如此为朕思虑，朕自然不能服了你一片忠心。只是这选秀是3年一选，柳氏未经选秀入宫，已是坏了规矩。若再如此，岂不是要让朕视祖宗定下的规矩如无物？那以皇上之意，你那侄女先缓一缓。朕倒是有一个颇为合适的人选，同样出自镇国公府。哦，不知皇上指的又是哪一位啊？让他进来。奴婢见过皇上。老爷吉祥。怎么会是你？朕听闻此女以前是镇国公府的家生子，从小侍在柳氏身边，所以朕想问问你，她以前在镇国公府表现如何？这小妮子是府里的家生子，又被挑选着入宫伺候嫣儿。若说她一点儿不是，岂不是镇国公府挑选了不入流的婢女送入宫中？皇上，此女是老臣府上的家生子，为人品行端正，又十分机敏懂事，算是老臣府上最好的婢女。好，镇国公府送来的，朕自然放心。她既是宫女，不必选秀也可留侍宫中。朕给她一个位分，倒也方便成全你们父子俩的忠心了。可这……皇上思虑周全，不过她只是一个出身卑劣低贱的丫鬟嘛，怎么配得上侍奉在皇上的容侧？不像老臣那个侄女，她……此事不难，朕已替柳公想了个周全体面的法子。既然柳公对这婢子也赞不绝口，那不如收她为义女。镇国公府的义女，自然是配侍奉在我左右的。如何？皇上既然如此安排了，那甚是妥当，甚是妥当。既是当朝重臣的义女，那便不用从官女子的位分开始熬起了。朕打算为柳公再次破例，给他一个贵人的身份。不知柳公意下如何？一切听从皇上的安排，老夫感激不尽。很好，那这2日，柳公尽快备下认亲文书。景贵人，送你衣服回去吧。嫔妾告退。皇上刚才叫你景贵人，这什么意思？那不是那个已死掉的贱婢的名字吗？老爷息怒，奴婢自从听小姐吩咐杀掉妹妹以后，每日都会梦见她来索命。奴婢无奈，只好以妹妹的名讳作为封号，想着皇恩浩荡，必能压住那邪祟。
踩着老夫女儿的尸骨，倒是成全了你自己。如今呢，你是成了飞上枝头的凤凰了。奴婢不敢，奴婢能得今日这位分，全因皇上对老爷的看重，奴婢不敢忘恩。知道就好啊。人这一辈子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知之明。你们一家子呀，生来就是贱奴，全仗着我们镇国公府，才有了你们今天的地位。倘若你拎不清自己，仗着是皇上的妃子，敢动什么歪心思的话，老夫一样有能耐送你去和你那一家子贱奴团聚。奴婢不敢，定当谨记老爷和夫人的恩情。口中说的忠心呢，落不到实处。今日你给老夫一个准话，待你入了后宫，可否尽心尽力，定期将皇上的消息禀告给老夫？你终于上钩了，老匹夫！镇国公府手握兵权，连皇上都忌惮3分，我区区一些贵人又怎能轻易办到？唯有以身入局，假意投诚。待皇上察觉后宫前朝沆瀣一气，必定龙颜大怒，起了杀意。届时我便要拉着镇国公府上下全族，与我一同命丧铡刀之下。你思考的如何了？这孰轻孰重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。奴婢愚钝，惹怒了老爷，还求老爷恕罪。奴婢愚顿，惹老爷生气，还请老爷责罚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这个渔夫，你现在是皇上的后妃，哪有给臣子磕头下跪的啊？要被朝中的众多大臣看到的话，会把老夫弹劾的。快起来！大胆镇国公，竟敢让皇上的妃子给你行礼！小主快请起。小主可是受了什么委屈啊？公公误会了，叶父并非让我行礼，之所以跪拜，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想尽些孝心罢了。义父说，经过这一拜，我便是柳家心中真正认可的小姐了。柳大人真是这般想的吗？那便好，是奴才误会了。若无旁事，老夫就先行一步了。慢着，柳大人，您还没给景贵人回礼呢。你说什么？柳大人可别忘了宫中的规矩，级别再高的大臣也是皇上的奴才，位分再低的嫔妃也是皇上的女。小主一切珍重。大人错了，既然景贵人是您的义女，今儿个就算是送入宫了。当和昔日您送柳贵人入宫时一样，这礼数啊，得周全一些。合着公公的意思，难不成还要让老夫给这贱婢下跪？大人慎言，方才在御前，您收了贵人为义女，皇上也给了景贵人位分。如今贱婢这2字，是您该对皇上的嫔妃说的污言秽语吗？还是说您对皇上的安排有所不满呢？像我这样贫贱的出身，哪里受得起义父这番大礼？不如算了。算不得，奴才依着宫中的规矩办事，还请贵人不要为难奴才。这阉人态度如此强硬，定是皇上让他来的，就是为了敲打老夫，好让老夫不再妄图把手伸向后宫罢了。国公大人，请吧。
老夫恭送小主入宫。记得从前在战国公府时，我们一家对着这些强权者弯了16年的腰，磕了16年的头，而今终于让曾经的上位者跪伏在我的脚下。这权力的滋味果真让人着迷。玉凤免礼，快快请起。谢小主。时辰也不早了，府上还有要事要处理，老臣先行告退了。义父不必挂心，女儿会经常往家中寄些书信的。好。小主似乎心情不错啊。我只是宫里一个低贱的奴婢，承蒙皇上垂爱，让我在后宫有了依靠，奴婢自是欣喜不已，感激涕零。小主是有福之人，皇上自然多眷顾几分。只是有一点要记住，今后小主便是宫中的娘娘，万不能对任何人再自称奴了。我明白的，公公，您怎会出现在此？皇上命奴才为小主安排入宫的事宜，奴才想着跟小主商议。住哪里都好，清静就行。如今是珍妃娘娘协理六宫，便随她安排下去。小主可还有其他要求？我在宫中与一宫女交好，想提携她到身边做掌事宫女，不知这样是否可行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郑国公府一女南婉，温婉贤淑，才德兼备，特赐封号锦贵人，赐居瑶华宫，赏银500两。因此，嫔妾谢主隆恩。都快点，都快点！大的放那边，小的放这些台子上。小主，珍妃娘娘派人送来了许多紫茉莉，说是恭贺小主喜迁新居。小主放心，我已让太医院的熟识查过了，并无异样。辛苦妹妹了。小主将上次手艺之事替我瞒下，已然是救我于危难之间了。如今你已是宫里的贵人了，奴婢怎敢越矩？快起！好了。彩洁，你我之间无需为这宫中可笑的街品所拘，同时底层挣扎过的人理应抱团取暖才对。若是妹妹不嫌弃，便将我当作能说提起话的姐姐就好。小主，妹妹怎么这副表情？可是不愿意？没有，不怕姐姐笑话。从小到大，除了许平安，唯有姐姐待我最好了。许平安，莫不是妹妹刚才提到的太医院的相识？姐姐怎么知道的？不光知道，还撞见过你给人家缝衣服呢。样貌嘛，倒是仪表堂堂，与妹妹很是般配。许平安与我是同乡，入宫后相互扶持，已经有4、5年了。姐姐放心，他绝对是可以信得过的人。
我相信你的眼光，只是这后宫之中，人心似海，深浅难测。就算你我独善其身，却也难保有心之人在暗中设防。接下来我要走的这段路不算太平，妹妹可还愿意与我同行？这些年我在宫中一直谨小慎微，图的无非就是一个安稳苟活。可这宫中哪里有真正的安稳可言？若不是姐姐，我早已是深宫中的无名之师了。既然横竖都不太平，那倒不如勇敢一些。今后无论是明枪还是暗箭，我都会冲出去，替姐姐你挡在前面。好，结好你我姐妹同心，定要在这宫中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康庄大道。好了，快去梳洗一下，咱们该去皇后宫里请安了。好，是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万福金安。都起来吧，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各位姐姐可听说了，皇上身边又添新人了。听说是镇国公府的义女，一进宫就被封为贵人了呢。一个小小的贵人，居然按照嫔位的仪制来给她修缮宫殿，珍妃不愧是新官上任3把火呀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跟镇国公府攀亲戚呢，巴巴的舔上去。臣妾自知没有资格越级封赏，然而侍奉君侧，察言观色之心亦不可少，否则惹得龙颜大怒，可是要遭殃的。是啊，皇上虽说只给了贵人的位分，但却特意赐了个锦字，这份殊荣可不是谁都能有的。皇上倒是抬举他，只是镇国公府送进来的个个不一般，淑妃愚蠢恶毒，不知这新人又是个什么德行。嘉嫔，既然入了宫，就都是皇上的妃嫔。本宫知你心中有怨，但淑妃造的孽，你别迁怒到人家新人身上去。锦贵人宫上给皇后娘娘请安。锦贵人见过皇后娘娘。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是你？本宫记得你是淑妃跟前那个贱婢。是你？本宫记得你是淑妃跟前那个贱婢。没想到主子一死，你反倒成了贵人了。姐姐记性真好，没想到那日在御花园时便记下了妹妹。不知姐姐种的长春花，如今颜色更艳些了吗？这宫女显然是皇上用来敲打镇国公府的一枚棋子，即便飞上枝头，也是变不成凤凰的。嘉嫔这个蠢货，竟然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看不出来。姐姐们怎么都不言语了？这样一个卑贱出身的婢子，也不知是如何勾搭上了皇上。难不成咱们还真要与她姐妹相称了不成？嘉嫔，你失态了。都说英雄不问出处，无论锦贵人之前是何身份，现如今和我们成了姐妹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嘉嫔妹妹与淑妃有旧怨，可到底人死债消，又何必迁怒到锦贵人身上呢？咱们做嫔妃的，应当有容人之量才是。皇后娘娘，嫔妾自失子后，身子本就倦怠，也不想多嘴挑事，惹得众人讨嫌，就先退下了。哼！锦贵人落座吧。是。这是本宫方才让上食局做的羊乳糕，你拿过去给锦贵人尝尝。是。谢皇后娘娘。嘘，
小主，皇后娘娘恕罪，嫔妾今日肠胃不好，并非故意失忆。景贵人此举倒不像肠胃不适，反倒像另有隐情啊。珍妃，本宫记得你有孕初期也是这副做作派头吧？瞧你说的，怎么今日满口针锋相对？景贵人今日才第一天封妃，连侍寝都不曾有过，何谈有孕？顺妃娘娘不必挂牵，嫔妾无事。皇后娘娘，依我看，还是请太医来看看，免得传出去说镇国公府送来个身染恶疾的义女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罢了罢了，去请太医过来给景贵人瞧瞧。小主脉象一切正常，微臣恭贺小主大喜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小主喜脉稳健，已是有孕2个月了。哎呦，要不怎么说镇国公府人才济济呢？先是有亲女儿拉在了龙床上，现在又来了个义女，带球入宫，诓骗皇嗣，当真是让咱们应接不暇开了眼呢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这贱婢还不快快招来！奸夫是谁？景贵人，你作何解释？皇后娘娘，嫔妾不能说。居然还是个情深的贱胚子，事到如今还想保全奸夫。皇后娘娘，他腹中的孽种无论如何也是留不得了，不如快些叫人划了胎，将他打入死牢里。换璧留珠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将这个贱人给我摁住，将他肚子种给我踹出来。是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要碰我家小主！你们不能动我的孩子！要怪，就怪你腹中的是个小主！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们翘首以盼的奸夫，这不就来了吗？皇上，嫔妾有喜了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将这2个宫女拖出去，杖毙！来人！皇上，你可知道这个荡妇做了什么？他与奸夫暗结珠胎，揣着个，还一味的护着奸夫，这样的贱人，他放肆！景贵人怀着的皇嗣是朕的骨肉，你一口一个孽种，奸夫，你是在暗指谁？景贵人，你也是的，这孩子既然是皇上的骨肉，刚刚为何不明说呢？嫔妾是朕不让他说的。朕担心你们当中有些人若是知晓此事，会心生忌惮，更要在暗地里给他使绊子。你们不知他成宠，都如此刻薄相待，若是让你们知道前因后果，恐怕这后宫就没有他的活路了。皇后平日就是如此替朕看管后宫的吗？臣妾如何？身体可还利索？方才是谁对你动的手？朕上次收回了你的6宫协理之权，以为你会有所收敛，现在看来倒是朕发的情了。皇上，我即日起便顺妃为贵人，让敬事房撤了他的绿头牌，再也不准呈上御前。皇上，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
快来人啊，将此人拿下！快快快！皇上饶命！这就不是有意的，皇上！可算没吃。朕不管你们当中还藏有多少害人的心思，但景贵人这一胎，朕无论如何都要保住。你们当中若是有人敢伤害这个胎儿，休要怪朕肃清后宫。醒了。太医院开的安胎药还真是养生啊，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皇上您有伤在身，还要料理政务，不用再陪着嫔妾了。无妨，朕倒是享受得很，只是刚刚这折子中，朕有一事不明，还需要你来为朕解惑。嫔妾不敢妄议朝政。虽是朝政，但朕由生心结，你只需分忧，不算妄议。这折子上说，漠北王为了复仇屠尽敌国，甚至不顾城楼之上被裹挟的妻小，当即将其射杀。景贵人觉得漠北王此举是否丧尽人伦？仇怨既植于心，其漫生的枝叶必定吞噬人头，日复一日此消彼长，才有了处决之际的决绝。漠北王射杀妻小，若为家恨国仇，嫔妾认为并没有错。可淬毒的刀，最先腐蚀的是执刀人的手心。漠北王虽大仇得报，但左右已无亲人在侧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凄凉呢？朕倒觉得，其实放下仇恨，去乐享天伦，未必不是一条生撕去了满身哑语孤沙，前程如不提这事，朕膝下子嗣，冤欠父报。如今你怀有身孕，这便是你我二人的情丝之结，自当结亲人之缘。朕希望能亲眼见他出生，给他取子，再同你一起陪他长大。景贵人，朕是认真的。嫔妾流泪时，烟火时，温罗难得闲。离别时，一擦肩，相思无人风卷。小主又在给小皇子做衣服啦，这都2个时辰了，快歇歇眼吧。哎，小主，先搁这儿吧，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小主，你这是？这就去请太医？你莫惊动旁人，只请你熟识的许太医来。小主的脉象怎么这么薄弱？才不到1个月，怎么会？怎么样了，许平安？你快说话呀！小主到底怎么了？许太医不必藏着掖着，
只管实话实说。小主脉象内里亏虚，胎相渐成虚滑之势。敢问小主近来可否用过伤胎之物？怎么可能？这些日子小主一直闭门安心养胎，皇上更是不允许任何嫔妃前来探望。况且小主的日常用度皆是由侯院判亲自检验，确保无虞才会送来瑶华宫。如此这般小心，怎么会有伤胎之物呢？还请小主快些将此事通报给太医院和皇上，或许还有转机。前些日子，皇上公然警告过诸位嫔妃，按理说应该不会有人在这时敢出这种雷头。可我的孩子，徐太医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我腹中的孩子究竟能不能保住？小主有孕不过3个月，以此脉象来看，若举太医院清院之力全力保胎，或许能保至6个月。6个月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个孩子与我注定无缘了，是吗？小主，眼下还是先抱上去。太医院有那么多妇科千金圣手，由他们一同商量着，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呢。不必了，当我下定决心为护住胎儿处处小心，闭门不出，甚至打算暂缓复仇的意愿，没想到现实却给我沉重一击。纵然我这般冷血之人，心也会如生剜般痛苦。小主，你现在就告诉太医院又有何用？即便保得住这孩子6个月，也是活不下来。若浮生一去，风起这个在背后暗算我孩子的凶手，我必然是要抓住的。回小主，这些安胎药并无任何问题，皆是用了上好的药材，能助胎相稳固。若是排除遭了他人暗算，那便只有一种可能：小主先天体弱，不宜有孕。瞎说什么呢？我是镇国公府出来的婢女，虽比不上主子们大鱼大肉，但整日劳作也算是锻炼了身子，连生病都很少有，又何来体弱一说？若小主还是怀疑遭了他人算计，既然入口的东西都没有差池，那便只能从日用上入手了。日用品？对，小主日常可有使用香料的习惯。哪怕是最便宜的香料，也都是金贵东西。我从前不过是个婢子，哪里用得起？等一下，这段时间你我吃住都在一起，你可有觉得自己身子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？倒也没有什么不妥，只是癸水来时稍显汹涌，有时零零洒洒半月不散，旁的便再无其他事了。徐太医，劳烦你帮彩姐也瞧瞧。小主，彩姐的脉象与您的脉象相似，跳动缓慢无力，偶有稍些停顿，似乎也是受累的缘故。怎么可能？我来小主这儿之后轻松得很，怎么会累着？你方才说你月事凶，淋漓难散，这症状大约有多久了？奴婢癸水是在月初，从前一向依着日子，只有在实在劳累不得休息时，才偶有不稳。此次癸水异常，约莫是在搬来小主这儿之后。
快把这些花都搬出去。娘娘，这些紫茉莉搬进来的时候，采撅托我验过，就无任何端倪。搬出去！是。快点，赶紧把这些花都搬出去！快点，快点！小主，感觉这些紫茉莉都搬出去之后，反倒是能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，好像是宫墙，是宫墙。宫墙？当日小主封赏，奴婢还讶异，珍妃娘娘怎么会那么好心，送来那么多鲜花？难道就是为了掩盖气息？紫茉莉可以吸附香料的气息，这一点是臣疏忽了。只想到可能在奇花上做章法，却未曾想到有心之人已将爱害之意藏于别处。多说无益，你快看看到底怎么样？小主，这宫墙的涂料除了焦香外，还被人混入了大量的当门子、香棋子以及大量的麝香。微臣之所以能从这些粉末中分辨出来，是因为混入的药量实在不低。况且这些药材被焦香调和得很好，若非行家仔细查验，外人绝对看不出来端倪。这些药材都有何效？回小主，这些药材性寒凉，若是涂抹在宫墙上，白天被日光晒着，便会伴随着焦香的气息一并散发出来。若是女子长期处于这种气味当中，便会难以成孕，即便有孕，9成也保不住胎。这么歹毒的法子，他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药材被人打成了粉末，又被日光晒着，经过风吹雨淋，过不了1年半载，就会彻底风化，无迹可寻。现在看来，这些细巧的算计，从一开始就埋伏好。小主莫急，如此看来，珍妃娘娘协理6宫，宫墙修葺之事也是她一手操办。她怕小主发现端倪，于是便送花来掩饰。奴婢这就去告诉皇上。所以呢？你觉得皇上会为我们做主吗？修葺宫殿是以珍妃之名层层落实，内务府、少府监，甚至连太医院都多有插手。他随便找个工匠出来禀报，便可在漩涡之中全身而退。皇上终日被政务缠身，就算他要严查，只不过是多添几条无辜人的性命罢了。难道咱们就吃了这个哑巴亏吗？这毕竟是一条生命啊！景贵人，珍妃娘娘前来探望，要见吗？当然要见。再见。开门迎客。姐姐来了，许久未见景妹妹，真是越发珠圆玉润了。坐。皇上关怀备至，不要贫送，致使嫔妾日渐风雨，让姐姐笑话了。胖些好，不至于生产的时候没有力气。对了，刚才见到工人把殿内的紫茉莉花放到殿外晒太阳去了，此花娇贵，不喜阳光，还不赶紧搬进来？是。还是姐姐思虑周到啊！妹妹初次有喜，姐姐还没来得及贺喜呢，就让人打了一尊白玉锦鲤送来，愿妹妹能够母凭子贵，就像这锦鲤一般，跃上云霄，扶摇直上。多谢姐姐美意。快点，快点，把这些花全都给小主放回去，可别晒蔫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本宫
该去宝华殿祈福了。届时定会向佛祖许愿，愿妹妹这胎能够安然无恙，母子均安。送礼最忌送单，还送个余生带血的，那个贱人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双鲤本就是成对，只可惜那尾母鱼被渔人杀父取卵，才得以让这条锦鲤目空一切，永跃龙门。彩洁，把它放在宫里最显眼的地方去。小主啊，还看不明白吗？我们前脚刚把花搬出去，后脚珍妃就找上门来，可见这瑶华宫里满是她的眼线。如今我们四面楚歌，更不可轻举妄动。我倒要用这条锦鲤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该跃出这潭死水了。娘娘，莫不是已经有了办法？许太爷，臣在。劳烦你按照宫墙里珍妃的那些心思，为我准备一帖药。我要亲手送这个孩子最后一程。哀家原说不必你们费神来请安，却还是闹了这么大的阵仗。母后小住五台山半年，臣妾们都想您了。一听说您要回来呀，就都赶着过来了。孝顺是好，可哀家走了没多久，就听闻后宫出现了诸多的事端，先是家嫔没了孩子，又是淑妃畏罪自戕。是臣妾无能，未能看顾好六宫，护皇嗣周全。这事儿也怨不得你，是有人生了那歹毒心思罢了。佛不渡恶者，他这般自戕去了，也是不得度了。原也是有好消息的，只是事发突然，太后还不知道罢了。嘉嫔虽然没了孩子，但后宫的锦贵人可是添了又一件好事。哦，锦贵人，这是原先淑妃身边的一个婢女。淑妃没了后，皇上抬举她成了镇国公府的义女，不但一进宫就赏赐了封号，还许她一人独居瑶华宫呢。那另添好事又怎么说？她呀，早在当宫女时就背着淑妃勾搭皇上与她欢好，刚当上贵人没多久，竟已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皇上还为她下了口谕，说要肃清后宫呢。放肆！哪儿来的狐媚女，竟敢祸乱后宫？她现在在哪儿？启禀太后，瑶华宫的锦贵人正在外面候着，等着给您请安。去叫进来。是。嫔妾参见太后娘娘。跪下。嫔妾不知何事惹怒了太后，恳请太后宽恕。你就是锦贵人，抬起头来，让哀家瞧瞧。模样倒是不错，也难怪皇帝会一时兴起。只是这恩宠来得太过容易，且手段也有不当之处。哀家念你是初犯，特罚你在佛前静思己过。你可心服？嫔妾心悦诚服，甘愿领罚。妹妹今日戴的这副珍珠耳环，倒是别具一格，莫不是为了拜见太后特意挑选的？嫔妾放肆！这么大的珍珠，唯有南海的千年砗磲方能孕育。太后娘娘
每日潜心礼佛，醉忌杀戮，你怎敢带他来请安？难道是故意要在佛前冒犯太后娘娘的慈悲心肠吗？嫔妾不敢，只是嫔妾有孕在身，太医叮嘱不宜涂脂抹粉，嫔妾考虑到要来向太后请安，不能失了礼仪，所以才佩戴了此物。嫔妾绝无冒犯太后之意，恳请太后宽恕。朱熹，你替哀家盯着，必须跪满1个时辰方可起身。是。太后，请贵人还怀着龙嗣。你与哀家都经历过孕期，若他所言属实，已有2月，那胎相早已稳固。跪一跪，倒能让心里更清静些。太监，若是我的孩子没了，是因为太后的训斥为难，以她的心性，你觉得会如何？那便是造了杀业。太后潜心礼佛多年，犯了那么大的忌讳，一定会自责难安的。她自责，皇上便不会心安。皇上心不安，珍妃只会更不安。许太医，臣在。劳烦你明日一早，就按照这墙皮里的配方，为我准备一碗落胎药。对不起，宝宝，娘亲，会来这害你的人一起陪葬的。小主！小主见红了，快来人呐！小主，小主，你终于醒了。皇上，醒过来了就好，醒过来了就好。那孩子醒了是不是？太后，参见太后。我不是。晴儿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都怪哀家，都怪哀家！哀家信了半辈子的佛，从不杀生，没想到第一次破戒，竟然是对着自己的亲皇孙下了手。我的孩子，皇上，嫔妾辜负了您的念想。快将这个也拿走，小主现在没心情看见这些。小主，太监，我在太后宫中晕过去的这段时间，都发生了什么？小主见红后，先寿宫乱作了一团，太后也是慌了，最后还是珍妃娘娘主持了大局。她先是命人将你挪回了瑶华宫，后又是去御前请来了皇上。我故意给他找了太后当替罪羊，他当然乐意撇清自己。是啊，方才还在小主面前哭得那样伤心，谁知道他心里怎样想的呢？小主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且先在床上静养着，明日我们去给太后请安。明日便要去吗？奴婢听说太后正因皇嗣夭折之事伤心不已，若此时前去，太后娘娘岂不是更加伤心了？你真以为太后像表面那般命慈心软吗？奴婢眼拙，只觉得
他是一个潜心礼佛的老人家。你大抵是忘了，太后作为上一届宫斗的胜利者，扶持自己与先皇唯一的子嗣登基，踩着前朝后宫的一节节尸骨，走到了至尊之位，又如何能做到手不染血？他现在日日礼佛，不过是为了洗清杀业罢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他最痛心的时候去，这样方能拉他一同下水。太后，你已经替景贵人腹中的孩子求了半晌了，这样下去，您的身体怎能受得了啊？太后娘娘，瑶华宫的景贵人在殿外候着，娘娘可要见？快宣他入宫。是。好孩子，你怎穿得这样单薄就过来了？你身子可好利索了？嫔妾听闻太后为嫔妾腹中胎儿之事日夜煎熬，嫔妾实在着急，便迫不及待赶来了。这孩子明明是哀家对不住你，嫔妾有罪，还请太后责罚。好孩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朱熹，快将他扶起来！嫔妾不敢起身，嫔妾冲撞太后在先，自己不中用，保不住皇嗣，连累太后自责在后。嫔妾一错再错，已是失了为人妇的本分，实在无颜面对太后。你这孩子，有什么话起来说。你刚小产，身子还没养好，这地上寒凉，再跪坏了根本，这岂不是让哀家心里更愧疚吗？快起来！承蒙太后关心，嫔妾朱熹，你快看他的脸！我的脸怎么了？快去太医院，叫人过来看看。是。太医，景贵人究竟如何了？回太后，从小主的脉象和病症上来看，似乎并不是普通的风疹，好像是接触了大量的麝香，和太后宫中的香料相冲，这才导致了浑身起丘疹。你是说景贵人用了麝香？但是景贵人的衣食用度一直都是由本院亲自审检，并无异样，能接触到如此大量的麝香，实在是奇怪呀。原来嫔妾并非因为体弱才保不住孩子，也不是因为太后娘娘的无心之失，而是因为有人在背后做手脚，才让皇上痛失了皇嗣。怪不得嫔妾在宫中总会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。太后，景贵人所住的瑶华宫，乃是珍妃派人修葺所建。查，哀家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竟敢算计到哀家的皇孙身上！跪下！珍妃，修葺瑶华宫一事，朕当时全权交付给你。如今太院在宫墙中发现大量麝香和落胎药材，你想怎么解释？皇上将六宫之事交于臣妾负责，臣妾自当尽心尽力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只是这宫中之事，千头万绪，繁杂不一，修葺宫殿更是涉及了100余人之多，还请皇上容许臣妾彻查此事，绝不姑息谋害皇嗣之人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意承认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吗？臣妾跟妹妹一样，也曾经历过丧子之痛，深知这痛苦根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，又怎会将这悲剧再次发生在妹妹身上？李德全，皇上，奴才查了内务府的采买记录，在修葺瑶华宫期间，
珍妃娘娘购买的香料之中，并无可致人不孕的药材。但太后娘娘交代咱家，查了查这期间从宫中花出去的关注银锭，却发现与若干香料店有所交易，而购买对象正是珍妃娘娘殿中大宫女成儿。一派胡言！若是有心之人扮作成儿，执意将这脏水泼于我，那岂不是顷刻间便能将臣妾置于死地？娘娘莫急，宣宫女成儿。成儿带到。娘娘。珍妃娘娘，您在研制落胎药当涂料时，因香气扑鼻，馥郁醉人，所以您的宫女成儿留下一些香粉来涂抹，如今成了指认您的罪证。珍妃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妾只恨这大玄朝的子嗣不能因我而断，臣妾又恨这后宫中的冤魂不能再多加一条。胡闹！你本就是罪臣之女，朕非但不计前嫌没把你打入冷宫，还给你协理6宫之权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臣妾也曾被皇上抱着说别难过，孩子还会有。可是从那日之后，臣妾却再未见过皇上踏入宫中。臣妾每日吃斋礼佛，却听着窗外一个又一个风飞的圣旨，直到有一天，臣妾不小心打碎了皇上送的宋字观音，臣妾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满月的石榴花结的哪是烛光，分明就是藏在宋字观音中的麝香囊。珍妃秦氏心思歹毒，谋害后妃，残害皇嗣，着褫夺封号，降为宫人，幽禁于琼华宫，终身不得出。不必了，既无君臣分，何来夫妻缘？民女这就下去见爹娘了。走，快走！别让你们娘娘在宫中自强的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把皇上的赏赐给搬进去！快点，别淋湿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公一女男士，贤良淑德，册封为妃，掌6宫之事，钦此。老臣谢主隆恩。皇上请。啊，好酒。6宫这趟西征辛苦了。朕听说那漠北王的首级，正是令郎亲手斩下的。能为皇上分忧。
那是老臣的职责所在。只是这个犬子呢，资历尚浅，还希望皇上呀，您能够提携提携呀。朕刚册封了瑾妃，若是再为令郎进爵，恐会引起朝中不满，认为朕太过偏心刘家。皇上，老臣觉得如今北疆已收，正是用人之际。倘若只考虑前朝的面子而寒了后方的心，皇上就不怕将士们心生怨怼吗？当然，老臣呢也只是揣测而已，一切呀，还需要皇上亲自来定夺。柳公的话，朕记在心。你们父女二人难得团聚，朕还有公务要忙，就不打扰你们天伦之乐了。老臣恭送皇上。叫他们都下去，为父呀，有话要问你。方才你为何不替老夫说话？女儿只是觉得，有些话不如枕边说来得更巧一些。你寄来的书信，老夫已经看过了。好在有你，这吾儿呢才能提前知晓圣意而大杀四方。可这如今北疆已收，这皇上连个封赏都不给。哼，实在是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。不止，女儿在皇上身边试墨时，曾亲耳听他说，若义兄此行出征不利，吃了败仗，便是将柳家上下72口流放边疆的机会，借此以镇朝纲。混账！整个半壁江山都是我们柳家用血铸成的。这个皇帝小儿，他想过河拆桥，他难道就不怕老夫让那10万铁骑调转马头，踏进这朝堂不成？义父息怒了，想当年太祖皇帝黄袍加身，不也是顺势而为？若皇上真要对镇国公府动手，女儿这条命也只会挡在义父身前，抵那万箭穿心。好啊，你既然有如此胆量，那老夫便交给你一件事来做。女儿愚钝，你去把皇上的虎符偷出来给老夫，偷出来给老夫。你只需嗜血后将此迷药骗皇帝喝下，将他腰间的虎符取给老夫，那宫内禁军便任由柳家调动，届时反了便可。皇上为何如此忧愁？朕心里总是隐隐作痛，总感觉像是要失去你似的。若命运太不堪，我深陷于泥潭。皇上放心，臣妾就在皇上身边。如果生是一场臣妾听闻民间夫妇会共饮交杯酒，一日生生，世世永不分离。皇上若是担心，可与臣妾共饮一杯酒。
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还是一场无止境的流浪。尔等听令，等虎符到手，便随老夫一起杀到寝殿。请君策。是。哎呀，好女儿啊！义父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来，把虎符给义父。当皇帝真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这叫什么话？不当皇上，难道让老夫当一辈子奴才吗？等义父坐稳了王位，就会让你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。把虎符给义父。享不尽的荣华，可我只是想让爹娘活过来而已。柳福山，你的万贯家财是能买回我的阖家团圆，还是能让时光倒流？放肆！到现在你还想着死去的爹娘，果然贱奴就是贱奴，就算让你登上云天，你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那就用我这滩烂泥绊倒你的帝王之梦吧。柳福山，你半夜闯入朕的寝殿，有何居心？皇上呀，你来得正好，事到如今，你最好识相点，退位让贤，老夫也许能留你个全尸。御林军听令，镇国公意图弑君谋反，立刻给朕拿下。是。虎符在此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御林军听令，见虎符，具见天子。持虎符者，乃是当今圣上。你这种，那我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都这些东西？虎符呢？老夫的虎符呢？啊，虎符呢？哪有什么虎符？这里面装着的，不过是你我谋反的罪证罢了。好你个贱婢，你竟敢戏怒老夫！老夫今日杀了你！皇上啊，皇上！老夫刚才只是一时糊涂，犯了错，你就看在老夫一家为国效力的面子上，饶了老夫，饶了老夫。与义父柳福山包藏祸心，密谋已久，意图推覆陛下江山。府中家书100余幅，皆可证实民女的狼子野心。而今事情败露，罪于秋山，万死莫属。但求陛下念及江山社稷之重，诛杀谋逆之人全族，以儆效尤，彰显君威。别动！
夜烛光，独人心上。准，押入天牢。在了眼泪中。急起！是。皇上，皇上，放过老奴！皇上，皇上，老奴为国效过力呀！皇上。娘娘，开开门，把门打开好不好？娘娘，彩姬，娘娘她怕是出不来了。娘娘那么好的人，怎么会谋反呢？皇上他就是个混。微臣叩见皇上。把门打开，朕要见瑾妃。民女何德何能，还能让皇上来送最后一程？朕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。镇国公府72口人，已于今日午时斩于其室。如今你大仇得报，朕觉得你应该知道。皇上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宫中不会有任何秘密，朕不说，只是想看你会走到哪一步而已。也是，堂堂一国之君，怎么会允许一个没有底细的老鼠接近自己？其实那夜在灵堂，我就该察觉到的。之后的路，不过是皇上在纵着民女，除掉共同的敌人罢了。并非只是把你当作刀而已。瑾妃，你还在元镇，没喝下那杯酒是吗？你还真打算让朕喝下这杯迷药，然后拿虎符给柳福山不成？果然，宫中处处是皇上的眼线。瑾妃，朕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背叛朕，却和柳福山勾结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？因为臣妾只想谋反，不愿弃军。你想清楚，你若跨出这道门，你我便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皇上不喝，无非是君王自保。民女不愿，却是觉得情缘已断。只要你想，
披上可以把你当做奸妃，就当做一切从未发生过。吹啊吹，也曾见过纸鸢飞。民女无意苟活，只求这酒中掺的不再是安神散。民女南前拜别皇上。也曾被向天的泪给告慰，也曾被轻轻地吹到你周围。追啊追啊追啊，无奈流多了期待，已苍白。别让梦醒来，就停在虚空之外。来吧。